为什么高达驾驶员能够躲开光束步枪射出来的光束？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光束步枪的原理，以及光束步枪到底射出来的是啥。咱们就以这方面设定最为详细的 UC 来做举例，因为像 SID 呀、00啊，虽然啊都有着自己的光束武器的理论，但实际上除了里边一些名词不同，其实只要火炮级别相同的话，比如 SID 的光束步枪对00的光束步枪， SID 的等离子炮对上00的高浓度 GN 离子炮，那无论是威力啊，还是速度，还是破坏力，都是大差不差的。当然了，他们在演出上的通病啊也是一样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还是先来看看 UC 系的光束武器设定。虽然 UC 也存在着像电荷武器啊，或者是中性光束武器这样的兵器，包括激光武器啊，但是我们在动画中最常见到的，也是最泛用的，是由米氏粒子所衍生出来的光束武器，主要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米伽粒子炮了。简单来说呢，米氏粒子本身啊就是质量接近于0，且会带有正负电荷的粒子，它们具有以立体网格状态自发连接的特性，而这粒子之间产生的斥力以及正负电荷相互作用产生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熟知的艾力场了。当我们将这些带有正负电荷且是立体网格结构的米氏粒子压缩到一定程度以后，米氏粒子呢就会互相融合，从而形成米伽粒子，再利用艾力场将其加速收束，打出去之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光束了。而当这种高温的粒子撞击到目标以后呢，就会迅速将其融化贯穿，并在目标内部呢产生各种连锁反应，从而获得超高的破坏力。举个例子啊，当时的扎古想要摧毁一台 MS， 经常需要多台扎古进行密集射击，才能让对方的 MS 迅速沉没。而光束步枪呢，只需要在关键部位命中一枪，不说直接打爆吧，至少也是会造成大量电路报废，导致机体宕机。这差距啊就显而易见了。所以说夏亚说的那句要是让骡子听到了，就可以立马怼一句，打不动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俩人啊能在那杠一辈子。而当年白色恶魔之所以能到处耍流氓，就是因为虽然米伽粒子炮的应用是吉翁先进行的，但将光束武器小型化的却是联邦军。当时 RS-78 的光束步枪就已经拥有着接近巡洋舰主炮的威力，只不过那会儿啊都只能用1 cup 来储存弹药，一次出击呢只能携带16发，每次打完啊都要回母舰重新补给。后来联邦推出的 E-Pack 就是相当于弹匣的装备，才解决了光束步枪续航的问题。当然了，这个设定与 SID 和00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 UC 的光束步枪子弹都是存在武器里边的，和咱们现实世界中的枪支子弹是一样的，而 SID 和00呢则大多数是通过机体供给能量的。所以啊 SID 的机子掉电快，00呢则是除了原装太阳炉都会面临能源分配的问题。这里啊还要提2个光束步枪的缺点，一个是在大气圈内，由于环境比较复杂，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散射情况，尤其在这种初期技术不够成熟的时候最为明显。因此呢，陆战高达会配备大量的实弹武器，虽然威力差一些，但胜在量大管饱，还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火力压制，这是初期单兵光束武器很难做得到的。另一个缺点呢，就是虽然光束步枪威力很大，但它也同样受着口径的限制。常规口径的光束步枪打 MS 威力是够的，但是打战舰的话就很难造成致命伤。这也是为什么就算装备了光束步枪，也依然需要配备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去对舰，因为火箭筒造成的碎片杀伤力在对舰时还是要比一般的光束步枪要强的。所以知道为啥马格南强了吧？那么粗一个光束，命中半径大大提高的同时呢，还能一蹭就让对方机体接近报废。对舰时呢，也是如同给他来了一发战舰级的主炮，恐怖如斯啊！那么介绍完了光束武器的大概原理和优缺点，我们呀就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这玩意儿到底有多快呢？网上我看到有2个说法啊，一个是亚光速，也就是90%光速以上的速度，另一个说法呢是1/10光速。那咱们呀就按1/10光速来吧，那也是将近3万千米每秒的速度，在99%的作战场景下，基本啊这都是这边扣动扳机，那边就升天了的。这一点呢也是早期扎古的豆豆枪所无法比拟的。具体有多快，我们可以看一下光束狙击枪，在如此远的距离下进行射击，光线基本上都是直接生成一条直线，跟光束箭一样把目标就给击破了。那么这么快的速度，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看到剧中的驾驶员能做出躲开光束的操作呢？真相只有一个，打歪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啊 ，MS 战都是运动战，在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驾驶员从驾驶舱屏幕上看到的敌方机体，其实呢个头并不是很大。举个例子啊，假如你站在10层楼高的建筑物上，楼底下呢有一只哈士奇在狂奔，如果你手里有支激光笔，你能保证一下就能照准那只哈士奇吗？近距离的话就更好举例了，假如有一辆开120迈的摩托车从你眼前经过，你能保证你手里的激光笔一下就能照准对方吗？这还只是同一水平面的，要是到了空战或者宇宙战，那就是 X
XYZ 三轴了，难度更是可想而知。这时呢，可能有人说了啊，那高科技机体不一样啊，人家都是有东西帮忙锁定的呀。那确实啊，只不过呢，在 UC 这种雷达普遍失效的环境下，机器锁定效率啊远没有你想象那么高。而且呢，你锁定敌人时，敌人的机体呢也会发出被锁定的警报。这个时候，万一对面突然改变轨迹，你再一犹豫，这一来一回啊，误差可就大了。那么既然大家现在都搞明白光束武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那高达剧中各种 bug 也就显而易见了。首先，就算有被锁定的警报，大多数机体要想仅凭警报就立刻从静态转为动态躲避光束武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啊它是有量子力学加持。其次，很多剧中的光线武器呢都会有慢慢逼近的画面，其实呢也不太准确，这玩意儿基本都是瞬间到你眼前的，你是看不到逼近的过程的，除非这玩意儿采用的原理和传统光束武器不同。所以说啊，如果你们不小心穿越到高达世界，一定要记着，上了战场就别停着，跑动起来，用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去哪儿的行动方式来迷惑对面。而如果对面是一个人棍高手，你可以学下飞鸟，分析一下他第一枪爱打哪儿，打不中会再打哪儿，在对方射击前呢就做出动作，或许啊真的有用。但如果你对面是一个枪枪待预测，枪枪奔驾驶舱的老阴逼，建议直接躺平了，享受驾驶舱的触感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说高达聊剧情和设定时呢，千万不要带上外传？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当你聊 UC 纪元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爬科技树时，突然蹦出来一个人说银雷秒了；或者当你聊 SID 的武器设定时，突然蹦出来一个人说我150太刀今天就是要劈死各位；再或者当你聊00驾驶员水平时，会突然蹦出来一个人说冯爷强无敌。有的人啊是看外传补充正传的世界观，而有的人啊是真把外传当正剧看了。就拿00来说啊，有的人连你难道以为外传作者和正传不是一个人吗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你难道真的以为外传作者和正传是一个人吗？00动画的编剧是黑田洋介，00F 的作者是保田光一，00P 的作者是千叶志宏。哦，我懂了，是不是把00P 的作者千叶志宏和 TV 的动画监督千叶道德给搞混了？毕竟都姓千叶是吧？其实很多外传作品啊，确实都是在万代的授意下，在一定的创作范围内写出来的，甚至啊很多的外传都有正剧的原班人马参与制作，保证作品与正剧的衔接流畅。很多外传啊也是会进一步的完善正剧中的世界观设定，以及对一些剧情进行查缺补漏。比如老生常谈的话题，吉拉跟阿斯兰火并以后，是路过的罗救了吉拉，并借助牧师的帮助把吉拉带到了 Plant， 这也确实回答了很多观众看完 TV 以后的疑惑，吉拉被炸完了以后究竟是怎么去 Plant 呢？更别提 UCC 那庞大的机体演化史以及各种战场的细节刻画，基本啊都是要看外传才能了解。但是呢，外传终归有它的局限性，毕竟如果写的太平庸，那对观众的吸引力啊就大打折扣，而要是放飞自我了，又会让人觉得这玩意儿跟动画冲突太多了。就比如说 AOZ 吧，里面的提坦斯黑科技啊，那真是层出不穷，大名鼎鼎的银雷，你就别说在 Z 时代了，你就是放到逆压里边，它也是逆天的存在啊。这么大个东西在大气圈内居然是空 A， 柯西看了都得哆嗦两下，估计也就独角兽啊能治一治这玩意儿了。但话又说回来啊，独角兽我觉得也算得上是官方野史了，毕竟都精神力控制了，跟后边年份的老 UC 作品冲突太多了，而且整个这技术被封印的解释啊也是很牵强。你看五常有人愿意封印原子弹不？再比如说 C 的啊，外传把异端都玩出火星的了，尤其是天照异端这种，感觉画风啊都已经跟着 W 的外传魔法系去了。而且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狂拽酷炫屌炸天的玩意儿，按照设定来说呢，都是不如伊扎克一根白毛的。算是直接把外传的战力啊给摁死了，不会超出一个值。再加上外传前期的剧情啊也是和正剧环环相扣，观众看起来的观感啊也算还好。而00的外传啊就多少有点放飞自我了，尤其是冯恩这样的存在，一上来就能压着幽冥打着他，简直啊让正剧的战力体系和逻辑都崩坏了。我觉得无论是热血漫画也好啊，机甲漫画也罢，只要是牵扯到战力的，尤其是在正剧剧情已定的情况下穿插在其间的外传内容，是一定要控制好角色的强度以及表现力的。因为你填充各种世界观啊、背景设定啊，大家都可以当零食一样吃一吃。可你要是搞出一个让正传强力角色吃瘪的操作，那就好像吃零食的时候突然吃到一坨屎了。毕竟世界观冲突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而战力冲突啊所带来的这种异样感，对于观众来说是更直观的。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就目前来看啊，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外传性质的作品，还是像动画后的 08M 小队、口袋战争或者是1年战争密文录这些。他们呢没有试图创造凌驾于正剧之上的角色或者机体，也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新概念来吸引眼球，反而
而呢是从一些主角团之外，尤其是基层士兵的角度来对证据内容进行补充，而且呢剧集本身也是相对完整且合乎逻辑的，这种尺度啊算是刚刚好的。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观看讨论以证据为主的视频时呢，能尽量只讨论证据，而不要过分的将外传内容引入，这样不但会造成更多的矛盾点，也会让话题容易跑偏。毕竟编剧们能把自己正传内容点事儿圆回来，就已经头皮都想破了，你再整其他作者的外传内容进来，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勇士、自由、剑脉那种两头都有刀刃的武器有什么用？俗话说啊，武器越怪死得越快，这种武器呢既不能增加正面攻击的范围，似乎呢又容易误伤自己，那它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在之前这期视频问这个的小伙伴，你可算是问着了，因为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疑问，所以稍微研究过一点。今天呀，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收集到的资料。其实呢，这种中间一个嘎嘎，两边都是刀的武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啊都有出现。最有名的呢，当属星球大战。但众所周知啊，星球大战的武戏部分大多数啊都参考了日式风格，因此啊，这玩意儿说到底还是日本的文化输出，而中国呢就很少有这种武器的记载了。比较有名的呀，可能也就是鲁智深和沙和尚在影视剧中常配套的月牙铲了。这东西据说呢，本来就是个铲子，是和尚们干农活用的。在战乱年代，寺庙为了自保，就在铲子另一头安装了月牙刀刃，这就是月牙铲的由来了。但这玩意儿说到底啊，还是农具，正规军队啊是没人会用这玩意儿的。如果说中国这边用于实战的双头武器，可以参考电影《师傅》里边出现的乾坤日月刀，主打的呀就是一个攻守兼备，出其不意。大家想想啊，对于大多数武器来说，挥舞出去以后，想要进行第二次攻击，就要先调整武器的姿态，而双头刀呢则不同。从这段星球大战光剑表演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双头刀无论是纵斩还是撩刀，都很容易打出二段攻击的效果。总体看下来啊，攻击频率要比单刀高出不少，尤其是当武器抡起来使用以后，攻击频率更是像棍法一样接连不断。其实这玩意儿呢，放在人类身上啊，还真是不太容易打出效果。一个是两头都是武器，很容易伤到自己；一个是冷兵器互殴，这种攻击频率啊虽然高，但上面的小刀呢伤害却是有限的，可能实际效果还真未必有棍子好使。可是如果机器人使用光束武器来实现的话，那就大有不同了。第一，机器可以通过 AI 计算武器的攻击半径，大大减少了伤害到自己的概率。第二，光束武器这玩意儿啊，不是靠力量来打输出的，只要你光束触碰到了敌人身上，那么就会给敌方造成相当大的伤害。这时呢，高攻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咱们这里看几个例子啊，首先是勇士打贝亚兰，这里我们看到勇士的起手啊是标准的打了一个回旋斩，只不过呢，毕竟勇士的空中机动不太行，第一刀刀头部分没有砍中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旋转身体让刀尾攻击，就很容易因机体旋转一周而失衡了。因此呢，只能选择把刀抽回来，保持身体平衡的同时，用刀尾继续攻击。只不过这个间隙啊，就足以让空中机动性更好的拜亚兰进行反击了。所以说啊，空中性能不好的机子，千万不要随便找人家空中机动性强的机子玩近战。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吉拉打客队，还是标准的回旋斩起手。大家仔细看啊，刀头部分斩了客队的手臂以后，客队做了一个后仰的动作，才躲开了刀尾部分的攻击。不然的话啊，这一刀下来，连手带头，甚至龟壳啊都得被削下来。接下来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爆炸还是什么的，反正吉拉在那愣了一下，才打出回刀斩。这时呢，客队已经向后移动离开了。如果吉拉没愣这一下啊，而是立刻往回斩，估计这会儿客队啊已经被劈成两半了。光束武器高频率的攻击啊，就是这么恐怖。最后呢，再来看看小鸟的，它和前面两个不同，起手就是直接纵斩，这也与武器种类的区别有关。毕竟前面二者啊都是光束刃，而剑脉呢是实体加光束刃。纵斩起手可以更大限度的发挥势能优势，攻击呢也是从刀尾开始。盖亚侧身躲过刀尾后，还要仰身躲过刀头的攻击，这么大幅度的躲避，要先恢复正常体态才能还击，时间本来就很紧张了。而飞鸟呢更是没等对方站稳，直接打出回刀斩，把盖亚都抡飞了。其实这个攻击频率啊就对味了。第一季吉拉缺的就是这个反应速度，当然了，也有可能是飞鸟有针对性的练过。吉拉毕竟是远程为主，半路出家当人棍王的嘛。而且不得不说啊，飞鸟第二次攻击时，直接把原本的双头刀拆成了双刀使用，打了对面一个出其不意，甚至还把对剑刀当投掷武器用了。
可见它对脉冲的机体熟练度啊，在刚登场时呢就已经相当高了。而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啊，还都是比较拟人的攻击方式。其实高达作为一种机甲，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可以让关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无限制的转动。就比如勇士在游戏中表现出的转刀，不但可以超高频率的打出行云流水般的攻势，甚至呢还可以在一些情况下以极高的转速充当盾牌来使用，这就是人类无论如何也很难做到的了。顺带一提啊，你看总帅的沙扎比没了双头刀，还想保持攻击频率，是不是就只能在那瞎鸡巴砍了？所以说啊，双头刀这种武器，虽然以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确实并不是那么实用，但是放到科幻机甲作品中啊，却又意外的符合人类对该武器的期待，并不是单纯的好看而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拉克斯和米娅的身材差距真的很大吗？米娅作为拉克斯的高仿品，从相貌到声音可以说是几乎一模一样。熟悉的人呢，还可以通过性格来分别，可对于大众来说，是根本无法区分出真假拉克斯的吗？还别说，单从观感上来说啊，米娅确实要比拉克斯妖娆不少，尤其是那两个大白兔啊，跳来跳去的，让不少观众看了直呼这假货比真货要有货呀。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来，咱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啊。第一季的拉克斯16岁，高1.58米，体重53公斤。对，你没看错啊，106斤，算是比较有肉肉的那种女生了。而到了第二季中呢，拉克斯18岁了，身高1.6米，体重46公斤。嘿嘿嘿，果然还是住海边多吃海鲜就容易苗条点啊。而同一时期的米娅则是17岁，身高呢也是1.6米，体重是47公斤，只比拉克斯重2斤。他总不能重这2斤全在胸部上吧？而且人家整形之前呢，胸就不小，也不是冲硅胶冲出来的。再看看转场，拉克斯只是换了身礼服，这事业线一下就出来了。所以真相只有一个。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米娅看起来要比拉克斯雄伟，完全是着装上的差距而已。可能女性身体这方面啊，咱们很多胶老不太懂。这里呢，我就拿春水堂的1:1等身硅胶人偶模型来举例吧。可以看到啊，当这款模型穿着拉克斯经典皮肤时，看起来身材其实没有多劲爆吧，就是个稍微有点曲线的样子。然而当我们给这款模型穿上这身或者是这身的时候，是不是差距一下就出来了？同样都是春水堂出品的模型，在模型本体没有区别的情况下，只要换身衣服就能体现出这么大的差距，可见这种可换衣的模型可玩性是有多高了。这还没完，这款等身手办使用了超合金骨架，满足了合金模型爱好者需求的同时，1.65米的它还只有25公斤。只要你不是身虚如76岁的老同志克鲁泽，是都能痛快把玩的。结合模型43处瑜伽关节，可自由摆出108种各式各样的姿势。同时呢，在模型下方也配备了支架接口，对于喜欢摆 pose 拍照的同学来说啊，那真的是福音啊！再看看模型的外甲，采用铂金液态硅胶，摸起来非常逼真顺滑，摁下也有回弹，绝不是那些廉价的 TPE 材质能比的。更夸张的是，我们居然能在手腕等处看到血管纹理，厂商真的是太用心了啊，不得不服啊！最后呢，再来看看面雕，经过4次面部涂装，永久妆容不掉色，睫毛、头发都是一根根手工植入的，摸起来丝般顺滑，柔软的红唇配合上可定角度的眼球，让模型的面部表情也更加生动活泼。别人家这种品质的模型，动不动就要上万才能买得到，而春水堂用心做产品，真心为交老，将价格打了下来，而又不会像那些1-2千的劣质人偶使用胖臭的 TPE 材料，使得如此逼真且玩法多样的1:1等身人偶，只要3-4千就能到手。你不但可以给他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来探究人体的奥秘，还能让他还原各种动漫角色，成为你看得到摸得着的2次元老婆。心动不如行动，快冲吧各位！只有他们在冲，我希望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冲。光束盾区区一坨光，为啥实弹光束都能防？这个问题啊，其实挺有意思，因为它与光束剑一样，在 UC 和 SAD 中呢是完全相反的两个逻辑。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介绍过 UC 系的光束军刀是由艾力场包裹的高热等离子体，由于外侧的艾力场触碰到艾力场时呢，就会产生互斥，因此呢是可以拼刀的。而 SAD 的光束军刀啊，则像打火机一样，直接把高热等离子体呈柱状喷出去，那俩打火机自然是无法拼刀的。就算有的光束军刀上面会带有幻象粒子，也主要是为了节能以及增加等离子体的密度，而幻象粒子之间呢并没有排斥反应，还是不能拼刀。基于这一点，很多人都会认为，那 UC 的光束盾是不是就是由艾力场组成的呢？而 SAD 的光束盾是不是就是拿幻象粒子塑形的等离子体呢？很遗憾，事实恰好相反。UC 的光束盾其实是光束军刀的原理，虽然有艾力场参与，但并不是只靠艾力场，耗能还很低，
反而是 Seed 系，它的光束盾全靠立场来防御，而且耗能巨大。所以说啊 ，Seed 系在光束这方面的设计就是故意跟 UC 拧巴着来的。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咱们先来说说 UC 系啊，光束盾的起源就是牛高达的那个唐三角盾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由多个浮游炮从多个角度展开平面型的光束军刀组成的。由于光束军刀外面包裹着艾力场，而之前我们也讲过 ，UC 宇宙中大多数光束武器射出来的本质都是米格粒子，是会受到艾力场影响的。因此呢，出力不是很高的光束就会被排斥，从而达到防御光束武器的目的。而实弹武器射出来的质量不是那么大的弹药，也会在突破艾力场后碰触到等离子体，从而直接被溶解，这样呢就有了防御实弹的效果。当然了，防御实弹这个事儿啊，它日升内部自己都没有统一，有的游戏光束盾能够防实弹，有的游戏光束盾只能防光束。不过既然防实弹算是能解释得通，咱们呀就姑且按这个来。最后呢，由于光束盾的本质就是特殊形状的光束剑，因此啊，一样是可以用来切割物体的。根据以上的设定 ，UC 系的光束盾缺点就显而易见了，它虽然啥都能防，但啥都防不完善。当遇到高出力的光束武器时呢，光束盾就会被瞬间贯穿，这一点呢就不如专门防御光束的艾力场盾来的实在了。而面对大体积或者带有特殊涂层的实体武器时呢，薄薄的光束盾也会被撕裂破防。当然了，能配备高出力的光束武器和带有特殊原理的近战武器的机体毕竟是少数，因此呢，光束盾以低耗能、易携带、更泛用的特点，还是会受到军方的青睐。那么咱们再来看看 Seed 的光束盾。Seed 的光束盾起源呢，就是第一季出现那个王八要塞，具体的运作原理我没有找到靠谱的解释，但是大多呢都会被描述成一种有超强力的立场，不但可以防御光束武器、实弹武器以及各种格斗兵器，甚至啊连对剑刀都一样能防。只不过在防对剑刀这样的大质量攻击时，攻击所带来的动力势能是无法抵消的，会被完全传递到本体。这个技术啊本来是欧亚联邦自己开发的，自己独占的，但后来技术外流，到了第二季呢就成了各大势力的标配了。这里啊我也顺便猜测一下啊，论偷技术，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个组织，我不点名是谁，但不代表我猜不出来啊。虽然光束盾有着非常全面的防御性能，但缺点啊也非常的明显。首先呢就是巨大的耗能，毕竟这玩意儿早期都是用于要塞基地的。就算刚小型化时呢，也是只有 MA 带得动。但 Seed 的科技在 Seed D， 也就是 CE73年就像开挂了一样，各组织也不是怎么的，就迅速把光束盾的原理吃透，并列装在 MS 上了。只不过耗能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多数机体开光束盾都是只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开一下，用完就关，就相当于你玩游戏要 GP 一样。这就是给高王玩的，小兵还是乖乖的用实体盾去吧，毕竟实体盾本来就能抗物理伤害，涂层呢也能防光束，除了损耗快一点，没啥别的缺点。甚至实体盾的损耗速度估计都没有小兵的损耗速度来得快呢。好了，以上就是关于高达剧中的光束盾解释了。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这万代又开仓了啊！我之前基本上2年前吧，经常来，经常拍视频，好有一阵儿没来了。这今儿一来，好家伙，把我吓着了，这队伍长的。其实吧，好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导狗来进货啊什么的。我想说的是，可能还真不是，因为这回这价格我看了一下。就2年前吧，虽然说也可能是就比这便宜不了多少，但是2年前它市场价高啊，它那会儿你比如说一 MG 巴巴托斯市场卖300，他们这卖200，我觉得那算是便宜。现在吧，就属于是这市场价可能闲鱼也就比它便宜10块钱，就加个邮费，它等于省个邮费嘛，就这么个价格。然后呢，就等于没得赚，你知道吧？导狗来这儿导货真没得赚，最便宜是跟闲鱼一个价，我没看见过有比闲鱼便宜的啊，顶多就省个邮费。然后呢，这么多人，我觉得真的这可能就是玩家的热情了。哇，当时我过来排队，给我吓着了。我差不多是10点开仓吧，我差不多10点50到的，10点50多到的，然后排队，等我排进去的时候，差不多快11点50，就排了1个小时嘛。这人是真多。刚一进门那是6算区，就这个是6算区啊，这些货基本上没什么太多人拿。然后呢，而且可以看到都是一些新品啊，新品为主，比如说水魔呀，然后比如说这2年出的 RG 啊。然后比如说新出的 HE 毁灭啊什么的都放在这儿，然后这3元组也在这儿哈，这不是新。然后这边是5算就说实话也不便宜啊，巴巴托斯啊什么一坨独角兽啊什么的，一端啊都是热门货、热门产品啊。这个怎么算？就这几算，就是说白了就是日元，比如说5算就是日元除以100再乘以5，这就是5算，乘以0.05嘛，就差不多这么感觉。比如100日元，然后5算的话就是5块钱，就差不多这么感觉。
大家可以自己换算一下啊，查一下那个去七八动漫什么的，查一下原价。反正5算我觉得至少在现在的价格来说是不便宜的。然后这边是那个 PG 的 Z 高达，我看不少人买啊。PG Z 高达比网上可能贵个，我记得好像贵十几块钱，还是几十块钱了，买的人挺多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还有一些就是不光是万代的品牌啊，他们还卖一些其他牌子的玩具啊、模型啊什么的，包括像这个什么那边还有机娘什么的啊，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有兴趣过来看看价格？我估计也不会太便宜啊。好家伙，看见没有，老 TV 万代这次是逮准了 C 的热度了啊！说句实话，这一次开仓 C 的机体真的是占了相当大的数量，而且有不少老 TV、老 HG， 就那老 HG 基因啊、老 TV 的这些东西什么的挺多的。然后你看，像这里边还有那个 FM 啊什么的，就是最近出的那个 C 的补全的也挺多的。我觉得想买 C 的机的朋友可以过来逛逛啊。虽然说价格未必便宜，它的东西确实挺多的。看到没有？这还有那个老 HG 的决斗，然后还有底下那个还有那个老 HG 的扎古勇士什么的，这都是老货了，但是都是蓝标的，都是再版的啊，这不是什么当年红标那些古董。这是工作人员给这个卡 ZZ 加货呢，加了一整箱啊！我来的时候这就放3盒了吧，然后这一直加了这么多，看来这卡 ZZ 这次卖的还是相当不错啊，买的人挺多。这边有这个新剧场版的这些个 HG 新出的啊，买的人不算特别多吧，但我看也有不少人拿。他们说，我记得好像那个扎古那个不是扎古，就那勇士啊，新的那个剧场版勇士好像是4.5算140吧，他说。然后那个玩家说感觉挺便宜的，然后就拿了。我也没看市场价啊，我感觉估计闲鱼可能130，我猜啊，因为这边一般都比闲鱼贵个1-20块吧。这个是我觉得特好玩的一个场面啊！就当时旁边都是那些金闪闪的什么三国的那个 SD 三国，结果呢中间放了一盒利克迪亚斯，就感觉格格不入，也不知道怎么放的这个产品。然后这是大家买的这个货啊，我随便拍了一拍啊，然后可以感受一下，其实同样产品拿2盒的也有啊，但不算很多，大多数人都是买喜欢的，买个1盒呀什么的，然后买好几样，而且好多人都是拿箱子一箱一箱的买啊。就是感觉，就是说真的啊，我不觉得这些真的是什么导狗什么，因为价格完全没有优势。对于闲鱼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玩家的热情，包括好多人来这边，可能就是体验一下线下购物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包括我来，我都感觉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要不然感觉就不合适。就是这么多人，哇，大家都在买，都在就这么多好货，我靠这！但是呢，你要一算价格也不便宜，所以最后就给儿子买了俩玩具吧，90块钱，也感觉也不贵啊，挺好。反正这次北京开仓大概就这么一情况吧啊，然后清明节还得再开个2-3天，好像是。有感兴趣的可以过来逛逛啊，感受一下气氛。这个买的冲动是难免会有的啊，我都差点买了，所以说线下买东西确实跟网购不一样，大家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啊。李疯子输的有多憋屈呢？老爷子写的剧本他基本都看过，微的当时呢也更偏向于他，全球的资源呢他也能直接或间接的调动，而他的诉求呢也很简单，就是想平平淡淡当个神而已，让所有人都像当年的小刹那那样看着他罢了。为什么处心积虑一步步翻身上位，到最后临门一脚就拉了呢？刚好在之前的视频中有2048.00024414140625个人血书要求我讲一下他，那么今天我就来讲讲我最喜欢的角色格拉汉姆的2周目小上司李疯子阿尔马克。要我说高达00中啊，最相爱相杀的2个人，那就是李疯子和刹那了。刹那仰望高达的画面作为全剧的开头，很容易让观众们联想到刹那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道光，才选择了加入天人组织，成为高达驾驶员。然而呢，当我们看完全剧才发现，其实并不是刹那选择了高达，而是坐在高达里的李疯子耐不住刹那那小眼神，为他修改了天人的计划，甚至还违背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在老爷子写的多个剧本中，最优先执行的应该是由准变革者组成的高达 F4到地上进行武力干预，最后被迫统一的地球联合军打败，在交出太阳炉以后将技术普及，再慢慢让人类一点一点的完成变革。而李疯子正是那本该阵亡的变革者 F4之一。然而就在一次李疯子驾驶高达进行测试时，跟刹那这浓眉大眼的小家伙看对眼了。从刹那的眼神中呢，李疯子看到了崇拜、敬仰和向往，让他有了一种超脱自我的感觉。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他不再认为自己应当是那颗弃子，是那个应该为了人类而牺牲的准变革者。驾驶着高达，手握着老爷子计划的他，难道不应该是被人类所仰望的存在吗？于是他的第一个小目标就此定下了，成为人
人类的神。为了达成这个小目标，李疯子也是煞费苦心，先是说服威达让人类技师来进行第一阶段的武力介入，并把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刹那也一并推荐给威达做高达技师。在他看来啊，这就是一种恩赐，毕竟是刹那让他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那么成全这个小人物能够梦想成真，坐上高达，这是多么仁慈的行为啊！感謝してほしいな。君がその力を手に入れたのは僕のおかげなんだよ。可以说走出这一步的李疯子呢，就已经把自己带入到神的身份中了。随后呢，他以一张稚嫩且人畜无害的脸庞接近了冤大头监察者科纳。由于监察者本身呢，就是用来防止威大 AI 觉醒，做出伤害人类的事的，因此呢，他们有着可以否决威大决定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种种资料表明，李疯子大概率呢，就是威大所创造出的第一个准变革者，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寿命了。而这期间呢，由于要执行各种保密任务，因此李疯子一直没有和人类怎么接触。作为准变革者的他，在对人性的了解和初期的提子是相似的，可以说是白纸一张。但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提子遇到的是洛叔和黄小姐他们，所以渐渐的变得拟人。而李疯子呢，则是接触到了利欲熏天的科纳，这也为他后来越来越拟态埋下了伏笔。そんな気なんかないくせに大人は嫌いだね。此时的李疯子则是顶着柯南的这层皮，如同试验一般，对计划做出各种干涉，直到科纳疯狂的拿着他那黄金小手枪点爆了老爷子棺材板，李疯子才彻底摸清了威大的底线，并且意识到想要完全掌控威大那是痴人说梦。于是呢，他就果断抛弃了可能会连累到他的科纳，迅速结束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同时，他也提交了一份比起原计划更容易让威大愉悦的提案，那就是以暴力的手段快速统一人类意志。在原本的计划中呢，当人类获得太阳炉技术以后，要至少用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慢慢解决利益分配以及种族冲突等问题。然而李疯子的提议却让这个阶段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完成，这个速度差距在威达眼中啊，那是决定性的。因为就算是威达也不知道将要到来的对话具体什么时候，当然能越早做准备越好。这里可能有人好奇了，剧中不是一直都有在提将要到来的对话什么的吗？难道不就是指的剧场版中的 ELS 吗？然而呢，事实并非如此。在原计划中，人类是可以进行星际旅行之后，才会在旅途中遇到需要对话的场景，并不是要人类守株待兔的等着外星文明前来交流。ELS 突然出现呢，完全是计划之外，因为威达也没有想到会有刹那这么纯种的高达白痴，不是这么纯粹的纯粹种，在短时间内会出现，并发出大量的脑量子波，把外星文明给招过来了。所以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李疯子加速计划的行为和刹那招来 ELS 的行为算得上是相辅相成，俩人一起把时间快进了好几倍。接着说李疯子到了第二季的时间点，他已经基本完成了人类社会的初步统一，并且一直留着苟延残喘的天人组织，以增加 ALOS 存在的必要性，从而进一步推进统一的速度。此时大权在握了他，已经算是彻彻底底咸鱼翻身，从一个生来就注定是弃子的身份，转化成了计划的忠实执行者，甚至是拥有者了，并且他也会毫不避讳的在同胞之间强调自己的地位。言っただろ。僕は君たちの上位種に当たる。創造主とも言える。在人类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性，但是自以为掌握威的全部资料的他，当看到 00R 量子化时，却再也坐不住了。可能有人好奇，为什么之前无论天人怎么跳脸，李疯子都能面带微笑的从容面对，而一看到 00R 量子化时呢，就连最起码的优雅都装不起来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老爷子会把人类迈向星际旅行的关键钥匙全封存在了那些太阳炉中，甚至微达中都查不到任何资料。因为星际旅行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该如何出行。宇宙那么大，想靠什么燃料、什么简单的弹弓效应是很难进行长距离太空旅行的。而量子化后进行的跃迁，则是老爷子给出的答案。这个答案或许李疯子也知道，只不过他以为这个东西还没有理论依据，需要他这样的杰出青年一点点研究才能解决的。然而事实是，老爷子不但早就有了理论基础，甚至连威达都没有将这个信息分享给李疯子这个被选中的人。这里我们也不讨论威达到底是压根儿就没有存这些资料，还是说威达对李疯子留了一手，把资料封得更深了。但从表象上来看啊，威达确实是在一面利用了李疯子统一人类，一面利用了天人加速科研进度。而意识到这一点的李疯子也彻底认识到自己原来从来没有掌控过计划，他仍然没能逃脱当棋子的命。这也是为什么在他面见刹那时会饱含醋意地说出，选你的人是我，让你开高达的人也是我。
现在把高达还给我吧。他说的确实是实话，只不过由于他长期处于不拟人的状态，所以呢，别提打动刹那统一战线了。要不是佣兵在，刹那直接就送李疯子吃枪子了。说起来，李疯子这个说话直来直去的方式，从不把想法藏着掖着，倒也挺贴合人类互相理解的大前提。毕竟他是常年有着跟同类脑波交流的经历，有点三体人的感觉，不再需要对彼此互相隐瞒。虽然有他自居为神的高傲在其中，却也不得不说，这确实是李疯子值得自豪的地方。只不过随后刹那这一纯粹种的觉醒，就连一直自称变革者的小 F4 都发现，他们那引以为傲的变革者身份，似乎也不再可以俯视苍生了。这也进一步威胁到了李疯子掌握计划的合理性。气急败坏的李疯子则想了一个昏招，既然说得失败，那不如直接去偷。只可惜黄小姐技高一筹，最后一点获得量子化资料的机会都没了。但李疯子呢，也不是等闲之辈，靠一己之力研发出了同样拥有双炉系统的再生高达，并决定一举消灭天人，顺便消灭阿洛斯这个招贤化的东西。如此一来呢，他就可以坐享太平盛世，还不带一点黑料。由于掌握着巨大的优势，决战时的李疯子就如同上了牌桌的赌徒，而威的呢就是发牌员，跟李疯子一顿挤眉弄眼，表示放心吧，这把我挺你。李疯子微微一笑，直接把10个亿往桌子上一摆，天人一下就慌了。李哥别这样，咱们就赌个几百万就行。李疯子说，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赌神，然后一把梭哈造了一堆昭和的玩意儿，把家本全给赔光了。惊慌失措的他一回头，发现威达此时已经是体子的形状了。自己想翻盘呢，只剩下唯一也是最冒险的一步，那就是直面纯粹种刹那，与他一决雌雄。其实呢，就算是如此冒险的一步，李疯子也是有着相当的胜算的。此时的再生高达其实性能是在0022之上，而长达数十年的高达测试机师经验，也让他在实战中呢表现得宛如战神一般。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性能强大的再生高达不仅只是跟量子化后的0022打了一个5-5开，最后仿佛被命运安排好的拼刺刀，李疯子也是输得彻彻底底，结束了他那想要翻身却做了一辈子棋子的一生。それが君の求める世界か、イオリア。